这头母狮出轨了，它居然背着狮王和别的雄狮生下了4只幼崽。但更离谱的是，雄狮最终抛弃了它们母子，独自浪迹天涯去了。这头母狮名叫卡利，它是这个庞大狮群中的一员。但就在前段时间，卡利稀里糊涂地和一头陌生的流浪雄狮生下了4只幼崽。然而非常不幸的是，那头渣狮最终还是弃它们母子而去，继续踏上了流浪之路。但卡利要想单独带大这4只幼崽，这也无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而眼下摆在他面前的也只有2条路：一是带着幼崽们继续流浪，当然这也是下之策，而且这也是极其危险的；二是回到原来的狮群，有了狮群的保护，幼崽们才会更加安全。可如果被狮群中的雄狮们发现，那幼崽们和卡利也将必死无疑。但是为了幼崽能够存活下去，卡利还是决定冒这个险，因为有了出轨的前嫌，他也似乎认为那几头雄狮是蠢货。于是他便带着幼崽们回到了原来的狮群。看到带着幼崽归来的卡利，狮群中的母狮表现得极为反感，貌似他们根本不欢迎卡利的回归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头名叫萨佛的雄狮似乎也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呲着大黄牙气冲冲地走了过来。卡利作为母亲，她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幼崽，而且她显然不把萨佛放在眼里，上去直接就呼了萨佛几个大耳刮子，似乎是在告诉他千万别怀疑幼崽们的身份。但就在这时，另一头雄狮冲了过来，他直接开始攻击卡利。面对2头雄狮的围堵，卡利显然无法与他们抗衡，迫于无奈，他也只能带着幼崽们离开狮群，踏上艰难的流浪旅程。但是对卡利母子来说，他们眼下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自然是解决温饱了。而单独捕猎对于一头母狮来说是非常困难的，如果不能尽快捕获猎物，他们就都得挨饿，最后也可能被活活饿死。因此卡利必须要竭尽全力去捕获猎物。只见他悄悄地接近斑马群，突然他开始加速，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，他最终还是成功捕获了斑马。然而还没等他开吃，天空盘旋的秃鹫就把消息放了出去。不用多说，有这样的好事，猎狗们自然也会及时到场。卡利面对来之不易的猎物，他显然不想放弃，他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拖着猎物离开，但是猎狗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卡利明显不甘心，他开始尝试着驱赶猎狗。然而猎狗似乎发现了他的软肋，也根本不吃这一套。没办法，幼崽的安全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，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们有半点闪失。无奈之下，卡利也只能放弃猎物。看来今天注定又要挨饿了，但眼下他必须带着幼崽们先离开这个危险之地才行。画面中，一头鹏鹏正在硬刚一头母狮，只见他不断地挥舞着长长的獠牙，试图刺穿母狮的肚子。而母狮面对如此彪悍的鹏鹏，也属实没了办法，只能不断地躲闪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母狮还是没能拿下鹏鹏，最终他也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，因为还有嗷嗷待哺的幼崽在等待着他的归来。但由于多日未进食，此时的卡利也实在坚持不住了，还没走几步，他就累得瘫倒在地。不得不说，命运也从来都是不公平的。第二天，霉运再次光顾了这可怜的母子。当他们正在草丛里休息的时候，一群水牛也恰巧出现在了这里。闻到了狮子的气味，公牛老大瞬间变得暴躁起来，他开始不断冲击卡利和他的幼崽。面对如此凶悍的水牛，幼崽们也瞬间四散逃窜。为了保护幼崽，卡利尝试着抵御水牛的进攻，可独身面对水牛群，他也显得卑微了很多，最终也只能落荒而逃。当水牛老大发泄完心中的怒火之后，他便带着水牛群离开了。可受到惊吓的幼崽们却不知所踪，卡利着急地呼唤着，他生怕孩子出现任何意外。不过还好，幼崽们还算比较聪明，他们几个也是安然无事。母子终于重逢，卡利的内心也是非常激动，他也开心地陪着幼崽们玩了起来。在卡利眼里，孩子们就是他的全部。可是眼下，饥饿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，卡利也必须尽快捕获到猎物。于是卡利再次把目光转向斑马群，他仔细地观察着，力求一次成功。在夕阳的余晖下，他再次悄悄地接近斑马群。眼看时机成熟，他用尽全身仅有的力气冲向了斑马群，并成功锁定了其中一头。可此时的卡利也已经精疲力竭，斑马也在拼尽全力的挣脱，恐怕这次猎物又要失手了。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一头母狮突然出现了，并成功帮卡利制服了斑马。仔细看来，帮忙的原来是卡利的姐妹，她同样也是一位带着幼崽的母亲。对于卡利来说，有了姐妹的帮助，无疑也是天大的好事，他们以后的日子也会好过得多。接下来，姐妹俩结伴而行，温饱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，但眼下也必须要给幼崽们找到一处安全的藏身之地。很快，他们找到了一棵倒下的大树，这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在安顿好幼崽们之后，姐妹俩打算再次捕猎。然而好运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巧，一头傻乎乎的角马居然主动送上门来。看到主动送货上门的美味，哪有不吃的道理？于是卡利迅速发动攻击，可这头角马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居然回头打算对抗母狮。然而就在他们周旋之际，姐妹也及时前来帮忙，并轻松地拿下了猎物。今天的温饱也算是有了着落。
可就当他们享受美味的时候，危险却悄悄来临了。一头脏不拉几、满身苍蝇的雄狮突然出现了。对于卡莉姐俩来说，这也无疑是巨大的危险。这个家伙很有可能杀掉所有的幼崽。但卡莉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雄狮萨佛。他一路追寻卡莉的气味而来，难道真的是前来寻仇的吗？也就在这时，萨佛开始发动进攻。看到这种局面，卡莉带着幼崽和妹妹火速逃离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萨佛这次的目标并不是他们，而是眼前的这顿角马大餐。但这里也已经不安全了，萨佛也势必不会善罢甘休。于是，卡莉他们又再次踏上了流浪的旅程。前面是浩浩荡荡的水牛群，而身后则是穷追不舍的雄狮杀手。被危险前后夹击的母狮和幼崽们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就在萨佛追踪到卡莉他们的踪迹之后，迫于无奈，他们也只能再次带着幼崽踏上未知的流浪旅程。而眼下正值残酷的旱季，卡莉和妹妹带着幼崽们艰难地向前探索着。终于，经过一番跋涉，他们来到了一片水塘边上。在这炎炎夏日，他们也终于得到了一丝清凉。然而，危险对于他们来说，始终是阴魂不散。顽固的萨佛最终还是追了上来。没办法，卡莉他们只能再次前行。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水牛群恰巧也来到这里喝水。水牛老大再次和卡莉相遇，心中的怒火也再次被点燃。他也再次愤怒地朝着幼崽们奔袭而来。但这一次有了妹妹的支援，卡莉也不再孤独，她也不再退缩。而面对两头护崽心切的母狮，水牛群也觉得没有开战的必要了。最终，他们还是撤退了。趁此机会，卡莉他们也再次踏上了旅程。伴随着夜幕降临，卡莉也始终还是不放心。她静静地观察着四周，生怕萨佛再次追上来。不过她的担心是对的。夜幕之下，不远处还真的传来了雄狮的吼声，这也必然是萨佛。不过他还真够执着，居然真的追了上来。趁着夜色的掩护，卡莉他们也再次踏上了逃亡的路途。历经了一整夜的跋涉，小狮子们也属实累得够呛，他们也实在没了前行的动力，只能趴在地上休息起来。但危险却始终没有远离，终究萨佛还是跟来了。而此时的卡莉也必须要直面危险了。她直勾勾盯着萨佛，眼神里充满了愤怒。此刻，他是战士，也是孤独的英雄。为了保护幼崽，他彻底的愤怒了。紧接着，他径直走向了萨佛。看来一场战斗也即将爆发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萨佛居然没有反击，反而一味的退让。但卡莉也很明确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他誓死都要保护幼崽。不过此时的萨佛也显然没有伤害幼崽的意思。直到现在，卡莉才明白，原来萨佛是想表达对自己的爱慕，他也想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。就这样，一个小小的狮群也算是稀里糊涂的成立了。有了萨佛的保护，卡莉和妹妹也能安心的外出捕猎了，他们和幼崽也可以安全的生活了。但是在这危机四伏的大草原，他们究竟又能走多远？又会遇到什么危险呢？几只小狮子正在草地上愉快地玩耍着，而负责保护他们的奶爸却在呼呼大睡。但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危险却再次来临了。就在雄狮萨佛和卡莉两姐妹组成新的狮群之后，萨佛就做起了超级奶爸。也不得不说，萨佛确实挺大度的，他居然接盘了不是自己的孩子，这份胸襟也属实难得。而捕猎的任务也自然由卡莉和妹妹来完成。这一天，卡莉和妹妹再次外出捕猎，萨佛依然像往常一样看管着几只幼崽。可这夏日的燥热也使得萨佛昏昏欲睡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呼呼大睡起来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群三哥却发现了幼崽们，趁着萨佛睡觉的时候，他们也打起了幼崽们的主意。只见三哥正悄无声息地靠近，这对于幼崽们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危险。然而作为母亲，卡莉的直觉也向来都是最敏锐的，她第一时间感知到了危险的迫近，并且不顾一切地往回跑。终于在关键时刻，卡莉还是赶到了。面对两头母狮，三哥显然也是慌的一批。迫于无奈，他们也只能狼狈撤退。但在慌乱之中，幼崽们却再次失踪了。卡莉焦急地呼唤着，终于，她的呼唤得到了回应。还好幼崽们没有任何危险，只是有些狼狈不堪。看到这一幕，卡莉也再次怒上心头，她气冲冲地朝萨佛走去。看来萨佛又有好果子吃了。此时，睡梦中的萨佛也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，但紧接着他就挨了一顿胖揍。万分委屈的萨佛貌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只能仓皇躲到树上去寻求安慰。然而下一秒，惊险的一幕也再次出现了，成群的蜜蜂从树洞里飞了出来，直接对着萨佛就是一顿猛蛰。貌似蜜蜂也瞧不起这个不靠谱的家伙，无奈之下，萨佛也只能从树上跳下来，仓皇躲到一边去。不过有一点，自从有了萨佛的守护，卡莉他们也不用再逃亡，也迎来了难得的安逸时光。伴随着雨季的来临，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又迁徙了回来，大草原也再次变得生机盎然。这也让饥饿已久的捕食者们蠢蠢欲动，毕竟等着一天可是等了很久。而卡莉和妹妹也做好了捕猎的准备。只见他们兴奋地冲向了角马群，纵使角马大军再如何反抗，也抵挡不了卡莉他们捕猎的决心。终于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之后，他
他们也成功捕获了一头角马，看来他们今天也注定能吃到一顿丰盛的大餐了。然而，在食草动物丰盛的大草原，危险同样也不会少。3头黑棕雄狮也已经追寻着肥美的鲜肉来到了这里，这对于卡利他们来说，无疑又是巨大的危险。而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？3头残暴的黑棕雄狮正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，没有任何对手可以抵挡他们前进的步伐。但就在不远处，卡利他们正在惬意地休息，而几只幼崽也在愉快地玩耍。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逼近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只幼崽兴奋地追着野兔跑了出去。一段追逐之后，野兔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并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。看到呆滞的野兔，小狮子显然无法理解，他试图继续和野兔玩耍。然而下一秒，一头体型庞大的黑棕雄狮却出现了，它正一步一步地逼近幼崽，而此时的幼崽也本能地感觉到了害怕，它竭尽全力发出求救的叫声，可为时已晚。此时，卡利也再一次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他开始呼唤幼崽，但是当他找到幼崽的时候，可怜的小狮子也早已没了生命的迹象。看着不远处黑棕雄狮离去的背影，卡利却也无能为力，他来不及悲伤，也来不及悼念，只能再次带着家族成员逃离这个危险之地。但对于卡利姐妹来说，要想让幼崽们安全长大，她们就必须要投靠一个更有实力的大狮群。于是卡利萌生了一个更有挑战性的想法，他们打算再次回归原来的狮群，或许这种做法对幼崽们的成长会更为有利。但是由于长时间没见面，就连萨佛也被狮群排斥了，没办法，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。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，萨佛赢得了胜利，这也意味着他们成功回归狮群了。但是狮群的成员们似乎对卡利当初的离开还是很介意，他们也依然对卡利冷眼相加。迫于无奈，卡利只能带着幼崽们躲到一边。不过好在有了狮群的保护，幼崽们也会安全得多，这样也让卡利放心了。可是要想再次融入这个大家庭，卡利也必须要有所作为。于是他决定单独捕猎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着角马群，在锁定目标之后，卡利开始加速冲刺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，他成功锁定了一头角马。但眼看马上就要拿下猎物，突然之间，角马群却折返了回来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卡利只能放弃猎物，而失败归来的他，也再次受到了狮群的冷落。面对狮群成员的处处刁难，此刻的卡利也是心灰意冷。但为了幼崽，他必须重拾信心。于是卡利决定再次捕猎，他也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角马群。在锁定目标之后，卡利开始加速冲刺。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追逐，这次他也终于成功拿下了猎物。看到捕猎成功的卡利，狮群成员们纷纷赶来，并开始享用这美味的大餐。同时这也意味着卡利得到了狮群的原谅，他内心的那块石头也算是彻底的落地了。一场大火突然席卷了这片大草原，顷刻之间，所有的动物们纷纷逃离，而卡利所在的狮群也终于和3头黑棕雄狮碰面了。毋庸置疑，大战也一触即发。就在卡利和妹妹回归狮群之后，他们有了狮群的保护，目前的生活还是比较安逸，而幼崽们也在茁壮的成长。伴随着旱季的来临，干旱引发的大火突然席卷了这片草原，危险的迫近使得动物们都纷纷开始逃离火海，去往别处寻求新的安身之所。不过这场大火也加剧了黑棕雄狮和卡利狮群的碰面，一场大战也就此打响。而卡利为了给幼崽们争取逃离的时间，他不顾一切，只身面对2头雄狮。这一刻也不得不佩服卡利保护幼崽的魄力和决心呀。紧接着，狮群的雄狮们也纷纷加入了战斗，这对于他们来说也必然是一场生死大战，但同样也是捍卫领地的战斗。但对卡利来说，他也没必要继续冒险了，是时候撤退了，因为还有幼崽等着他去照顾，剩下的也只能交给雄狮们来处理了。伴随着火势的蔓延，雄狮之间的战斗也越来越猛烈，看来胜负也是一时难分呀。无情的大火摧毁了动物们的天堂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卡利最终成功逃了出来，他的身后也跟着2只幼崽，但是另一只却不知所踪。此刻，他们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，而卡利也在尝试着呼唤另一只幼崽，可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又仿佛回到了当初的起点。在此期间，卡利经历了太多，也失去了太多。作为一头母狮，它真的是太伟大了。可如今，他们也不得不再次踏上流浪的旅程。伴随着一场大雨的降临，大火也成功被灭。雨季的来临，大草原恢复了往日的样貌，也再次展现了生机盎然。突然，树丛中的动静吸引了卡利，他停下脚步观察着。一番观察之后，才发现是自己的妹妹。他们姐俩再次团聚，卡利也难耐心中的喜悦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另一只幼崽也出现了，母子终于团聚，这也真是天大的好事。而接下来又该解决温饱问题了。不过非常凑巧的是，他们发现了一头死去的大象，这庞然大物也足够他们饱餐好几天了。然而被大象吸引过来的却不仅仅只有卡利姐妹，
就在前方不远处，狮群的成员们也纷纷过来了，他们也安全地逃离了出来。家族的重逢无疑也是天大的好事，他们也终于不再孤独。紧接着，萨佛也出现了，他是那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雄狮，而且他们的狮群赢得了胜利，并成功赶走了黑棕雄狮。然而那场战斗却夺去了3头雄狮的性命，如今对于他们来说，也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吧。而接下来的场面也更是前所未有的，几乎所有的食肉动物都来分享这头大象的尸体，他们之间也似乎达成了某种停战协议。看着眼前这和平的一幕，心中也不由得惊叹大自然的神奇，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真谛吧。